大家好，我是怡媛。更新终于结束了，国服跟国际服都一样延迟了，但是国际服延迟的时间是延迟2天啊，从原本的10号变成12号。据说国服从原本的10号变成15号，而且听说是延迟了2次，那边延迟比较严重一点。那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更新到底更新了什么东西。城墙的部分之前有解释过，就是你可以放一些驻防的统帅在里面预设，那它下面的锁呢，是你要每一个放了之后全部才会解锁。就像我这个样子，只要你的城市是已经满等级的话，就可以放满。再来就是好感度系统，你们会看到门前面会有一些村民啊跟你讲话，跟他对话，但是我这里是选择拒绝了他们的苹果，可是最后他们还是给我金苹果，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是特意不要去拿他的苹果，他还是给我，所以他这个对话方式跟原神是差不多，不管你怎样选，结果都是一样的。那么你们仔细看城市里面，就会看到一些统帅在你的城市周围跑来跑去，你可以跟他们对话，送礼物给他们。那么这个东西在之前有提过了，这边我就不重复说明。至于跟他们对话也是一样会提升好感度，它里面的对话其实并不是很重要，你们可以随便点就好，然后会慢慢解锁一些章节，你们可以自己去查看。不过因为玩太久的关系，它这里的记录全部都不见了，我的消耗记录全部都没有，我觉得只有新玩家才会有记录吧。然后表情包我去看了，其实大部分的表情包都是旧的，可能有一些玩家没有拿到旧的表情包，他就放在这里给你们有机会去拿。再来就是大家最关心的一键弃队啊，现在改成怎么样了？我演示给大家看。那么你在更新之前有预设好的队伍都是可以直接派出去了，不用重新预设过。那么你们可以从画面上看到我派队伍出去的时候到底有多慢，我这里只是派4队而已。那么也是一样4队，我们看回万龙觉醒的画面，左边万国，右边万龙。OK， 万龙已经搞定了，万国才跑到2队、3队。第4队啊，他的时间是慢了1倍。现在我万龙的部队都已经回城市了，他现在才刚出完来而已。那么我们来比较一下跟之前一个一个点的速度到底相差多远。上面是一个一个部队按，下面是更新之后的版本。我们来看更新之后比较快，还是之前的版本跟现在是一样的速度。那么你们可以明显看到最后一队差不多是同时间出来的。所以就像我之前所说的，其实它的速度跟我们原本派兵的速度是差不多的，只是一键弃队的好处就是你可以点选其中一个地点，一下子就可以马上出去队了，不像我们以前这样，可能你要找一个资源点啊，找野蛮人或者是敌人之类，要点了地方，然后按攻击才可以派部队出去。而且像我们旧的版本，一个一个部队点选的话，它有时候网络不好或者是卡着呢，可能速度会慢一点。相对来说，一键的方式会比较快，比较稳定。但是速度还不至于像万龙觉醒这么快，像是有一些部队它是不在城市，又或者是已经离开的话，也是一样不能点选了。那么你们觉得这个改进怎么样呢？那么问题来了，更新之后能不能做地鼠？当我全选部队派出去的时候，能不能一个一个部队召唤回去？那么现在我们模拟攻击敌人的情况，全选，然后把全部部队派出去，然后一个一个部队拉回去。是可以的，也就是说你派全部部队出去，但是你要召唤1、2队回去是可以的。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做连环地鼠了，以前都是一个一个部队慢慢去打，可是这样子打还是有风险啊，如果你的设备不好卡着的话，你就没有办法召唤回去。还有就是要注意，就算你全选了拉队伍去某个地方，它并不是选择全部队伍，它只有全部队伍都已经到了外面，全选控制才可以操控全部队伍。像你点1、2个队伍的话，它只会操控那1、2队队伍，不会全部都操控。所以这里还是要耐心等待，不是1、2队出去了就可以操控的。接着就是个人资料的更新啊，有人跟我说这个东西更新之后压力很大，就会变成其他玩家去看，你的战绩怎么样啊，你打的怎么样，你表现怎么样之类的。那其实我个人并不是很在意，你们要看就看了，不要看就算了。你们太在乎这种东西没有用的，而且这些东西都是副本活动嘛。我觉得这个游戏的主要重点还是看玩家的战力跟击杀而已，这些副本活动大致上应该没有什么玩家会去在意了。然后成就墙就跑去自己的头像框下面了，我觉得这一次的设计还可以接受啦，很像王者荣耀。但是你们有看到吗？这里有一个赛季回顾，但我点开里面是没有东西啊，要2023年5月20号开始的记录才有。但是我点开进去里面查看之后，感觉它的外形特征好像有点熟悉，
去找了一下才发现，原来之前官方就有爆料过，它这个东西原本是在我们的失落之地界面点开的。那你们可以看到这本书跟我们现在个人界面的那一本书是一模一样的。这个东西算是隐藏的小改动吧，官方公告里面是没有提到的。而且我跟你们讲，官方那一天爆料出来的截图画面也是没有这个东西的。我个人感觉他们是临时想到这个东西，然后才加上去的。不过这个东西改成可以长期查看的话，我觉得还是不错的。再来就是报告的部分了，我相信应该有不少的玩家跑去尝试了，但是出来报告可能都是分开，并不是合并了。那我跟你们解释一下发生什么事情。你们打的这份报告必须是由同一个统帅不能回家连续打出来的报告。为什么我会知道呢？因为我做过2个测试。第一个测试就是我打了那个队伍之后回家，又出去打，又回家，但是报告都是分开的，像这样子。但是当我用同一个部队在野外打，并没有回家的时候，只是断开了战斗，再回去打的话，报告依然是合并在一起的。也就是说，这个合并报告呢，是你要同一个队伍，但是你派出去一次不能回家的情况下出来的结果，就是给你们知道这个统帅当他出门之后打到死回家，又或者是回家的时候总共击杀了多少。那么你断断续续做地鼠的话，是不会把报告合并的，可以理解了吧？但是你的敌人打了回家，跟我站在那边被人家打是不一样的情况。我站在那边，但是我没有回家的话，我可以看完全部报告。我测试下来要超过50个报告合并在一起是可以，没有问题的。那我不相信那些拉车狗有本事可以拉到50份以上啦。我这个测试是慢慢摸到我的部队死为止，我不相信这些拉车狗有本事可以摸这么多。那你们要看总数就点艾塞尔的头，这里可以显示你重伤了多少，击杀了多少积分，对面又损失了多少，重伤了多少。当然的，下面你要一份一份报告点开查看也是可以，看你要怎么选。那我的敌人不一样了，他只有52份报告，为什么？因为他前面都是一直有跑回城，所以回城之前的记录都不会合并在一起。那么这个合并的报告下面可以看到每一份报告击杀重伤了多少，字体比较粗的都是我方，敌方的字体是比较细的。也可以点选你想要的回合查看比较详细的报告。我只能说这个更新实在是太好了，就像我们之前看到报告合并在一起的感受。虽然是小更新，但是我觉得很满意了。这个对于那些需要收集报告查看统帅到底好不好用的玩家很有帮助。再来这个我不确定是不是隐藏更新啊，一般我们瞄准敌人的时候头上都会出现战斗标记，但是当你打到了那个敌人，他进入战斗状态，你再去瞄准他的时候头上会出现这个东西，变成会显示你瞄准的部队他所率领的统帅是谁，然后距离有多远。因为我看了我之前的直播记录，如果我瞄准了那个目标他是正在战斗的话，是不会出现这样子的显示，都只是会显示战斗标志而已，没有显示它的距离到底有多远。所以我觉得这个应该算是隐藏更新吧。这个小更新对于手机玩家来说其实还蛮好的，你就可以知道你到底打了哪一个队伍。就算这个敌人不是打你，只要他在战斗状态，你瞄准他的时候依然会显示他的头像，会显示该统帅是什么统帅，但是当他打完之后你再去瞄准他，又会变成战斗标志了。这个东西我不确定有多少个玩家是有发现到啦。接着就是现在集结的时候，他这里可以点选最新发起，距离最近，准备倒数计时最短，你就可以排这个顺序，选择你到底要加入哪个集结。这个东西我记得之前好像也是没有的。还有建好旗帜之后驻扎这个东西终于回来了，之前好像出现过 bug， 然后官方移除掉，现在你只要勾选之后建好旗帜，你的队伍就会在里面了。打仗的时候这个功能是很有必要的。你们可以看到我的曹操依然还在里面。那么最后就是霍去病的技能描述，这里增加了霍第2次进入战斗，原本这句话是没有的，但是实际上是有的。简单来说就是官方只是改文本而已，实际上是没有改变任何东西。但是我讲官方，你们是真的有一点疏忽了。虽然他是讲修改了文本，但是繁体的版本他们依然是没有修改。你是用繁体的玩家应该就发现问题了，他这里是写所率领部队啊，不是部队啊。觉醒技能也是一样写不对啊，你就是不对，你错了。这个东西其实我在之前有跟官方客服反馈过，不过他们好像当做耳边风没有听进去。不过简体版是写正确的，所以你们不用担心，它只是这里写错字而已，实际上是没有影响的。那么以上就是本期内容，你们看了这一次更新之后有什么感想？我觉得这一次更新虽然是一个很小的更新，但是它更新的地点全部都是在一些细节。那么像我之前所说的，其实我们不是很想要什么大更新，要什么新地图、新的装备之类的，这种小小的更新修复了你们游玩的体验，我觉得反而才是更好的更新，比起那些大更新。至于各位有什么想法，又或者是你有发现其他的小更新的话，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知道。以上就是本期内容，我们下期再见。